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一個新的系列。那這個系列的話呢，可能不是技術類的這個分享，就是隨時想到哪說到哪，把自己最近對 AI、對技術的一些思考，在這兒跟大家用這種就是閒扯的這種形式聊一聊。OK，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個問題，就是模型的差異。我看到很多朋友他在剛開始接觸這個 AI agent， 包括 OpenCloud 的時候，他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模型的選擇。如果對於有一些不差錢的朋友來說，那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哪個強就用哪個，直接就是這個 Anthropic Claude、Opus 拉到頂，然後再配合那個 OpenAI 的 GPT 5.3 Codex， 所有全部拉到最頂級的訂閱，那直接就解決問題了。那之所以現在還會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畢竟不是不差錢啊，而且我注意到，當模型的能力足夠強了之後，這個 token 的消耗量，它的增長速度完全超越我的預期。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怎麼去優化成本，就成為了一個繞不開的一個話題。那大家最近也都看到了，國產模型最近發展其實挺不錯的，不管是 MiniMax 2.5。還是 GLM5， 还是 Kimi 的这个 2.5， 它的那个 Agent Swarm 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的这个讓人印象深刻吧，可以說。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基本上是繞不開的，就是它的 token 的成本跟海外的這些頭部模型相比，那基本上就是天上一腳地上一腳，差的實在是太多了。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去用這些頂級的模型？當然你可能會說 OK， 當然是能力強的就這個去用它，但是有的時候我會仔細的去做一個對比，這些國產的模型和海外的這些所謂最強的一些模型 Anthropic 這個 Cloud Opus 4.6跟他們相比到底差在哪裡？首先我注意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不管你問他什麼樣的一個問題，他的默認回答的一個平均水準存在差異，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注意到的一個點。這背後你可以說它是模型架構、算法、訓練過程、輸入數據等等等等吧，一些在提供服務之前所存在的一些差異。當然有一個差異繞不開的，就是算力的供給問題。因為國內目前受限於這個芯片的一個水平，因為我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也接觸過一些這個中美各個不同地區的這個 B 端企業的客戶在他們落地一些 AI 解決方案的時候，對算力相關的這個需求，其實你在這當中能看到一些差異。國內的一些模型的供應商，他在供給算力的時候，其實還是非常的糾結和掙扎。畢竟是受限於這個高性能芯片的這個供給問題，國產的芯片的替代還沒有完全的成熟。即便是現在最強的華為的那個384節點，其實在推理和訓練性能上其實已經做得非常的不錯了，這個我必須承認，但是還是有差異，而且國內能夠真正成規模成體系的去布它那個384節點那套解決方案的其實並不多，除了幾個運營商雲和一些政府主導的一些數據中心之外呢，其他的一些中部甚至說頭部的一些這個企業級客戶吧，讓他去用這些算力其實是很痛苦。如果你拋去算力的限制、資源供給這個因素本身之外，其他的那些技術上的水準其實跟海外的這些一線模型相差已經非常小了。相比於1到2年前，這個差距真的是縮小了非常多。而且國內很多的模型供應商，它由於受限於這些算力供給的這個不足，所以它在軟件工程的這種角度，它的優化真的是不遺餘力。那真的就是榨乾了 GPU 的那最後一點點的剩餘的這個算力。這個跟我在歐洲和在這個北美那邊的一些模型供應商看到的情況真的是完全不一樣。他們對算力的態度可能就是那種量大管飽，我有的是，然後我們組只要申請到了，那就可勁兒用。對，基本上就是這種狀態。海外的很多模型，它的默認回答水平高，它有可能就是因為我
算力多，就純粹是处于用不完的那個狀態。而國內的很多算力供應商，首先第一，收費相對來說就比較困難，本身就是在靠其他的業務不斷的去輸血來砸的一些免費的算力，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又受限於算力供給的這個問題，所以那這兩者疊加起來就會導致它在供給這個模型推理的算力的時候就會非常的糾結。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我們作為 AI 的一個最終用戶，那到底有哪些選擇？難道說我只能有發揮超能力，把錢全部都懟上，開最頂尖的模型，然後效果拉滿，才能夠拿到最好的結果？那有沒有第二種選擇？就是 OK， 我知道國內的這些模型它其實效果並不差，它只是受限於算力啊各方面的一些这種限制，那導致最終的這種效果有一些差異。我在這樣的一個前提假設之下，有沒有辦法通過我自己的一些使用方式的改變，讓我最終的這種效果，它的 ROI， 它的投入產出比最終能夠最大化？那我最近就在密集的在測試咱們國內的一些大模型供應商的產品。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積累了一些這個改進的方案，還有一些這種想法，可以實現剛才提到的這樣的一個目標，至少是部分實現。首先第一個我們自己能夠做的就是發揮提示工程的一個威力。因為提示工程這件事情已經很久沒有人特別重視的去提這件事情。在 AI 剛出來的時候，可能大家討論的會比較多，我覺得通過提示工程可以去挖掘 AI 的這種智力，讓你能夠得到的最終的智慧產出最大化。OK， 在 AI 的能力不是特別強的時候，提示工程的這種價值大家相对來說比較重視，因為那個時候確實能夠看到非常明顯的提示詞優化之後的一個差異。但是在當下的這個局面，各家 AI 模型的常見問題的表現已經並不差。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大家去優化提示工程的這個動力可能越來越弱。再加上本身這個市場競爭環境相对來说比較白熱化，那作為用戶來講就有點不是那麼積極主動的去做這種工程和提示詞上的優化，大家就往那兒一躺，然後覺得等着各家供應商把這些原本需要提示工程來實現的一些意圖識別、這個長思維鏈的這個調用以及這個注意力的機制的一些分配，大家都在期待模型廠商去做，除非 token 的成本能夠無限趨近於免費，不管是通過硬件的機制優化、能源成本的機制降低，比如說未来這個太空數據中心，甚至說可控核聚變的這個實現，導致能源完全免費 ，token 的單 token 的這個成本無限的趨近於免費，除非到了那個時候，否則的話，在這之前，提示工程的重要性，我覺得會始終存在。我這裡說的提示工程，可能更多關注的並不是說通過一些非常奇技淫巧的這種關鍵詞，然後覺得有一些像咒語一樣的東西，你說了這個，然後就一定能夠得到很好的結果，並不是指這些東西，而是說如何通過利用模型的這種多輪對話的能力，來打造複雜任務的提示詞。就這件事情怎麼理解，就是當你面对一個非常強的模型的時候，你可以把一個複雜任務只做簡單的描述，直接告訴他，模型通過自身的理解加 agent 外部搜集數據的能力，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任務交付得很好。OK， 但是对於一些成本相对較低的模型，你完全可以通過多輪對話的這種方式，將一個複雜的目標的一個描述進行任務的一個拆解、規劃的細化，將簡短的幾句話就想要描述清楚的一個複雜目標，把它進行明確、深度細化和明確。那當你做到了這一點之後，你再把它丟給那些所謂不是最強的那些模型，其實他們也完全可以處理得很好，因为這個時候你的任務拆解、你的輸入和輸出的預期都已經說得非常的明確了。
相當於我用最少的時間把任務對於模型的挑戰降到了最低。那這個時候我最終得到的產出是一樣的，成本就是 OK， 我稍微多花了那麼一點點時間，跟模型多做了幾輪對話，把我的提示詞進行一些優化。我覺得這種方式是當前面對模型能力差異，你又想要獲得好的這個最終產出的結果，同時又想要控制 token 成本的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相对來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法。然后再有一点我想分享的一个最近這段時間覺得非常有價值的收穫，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對 AI agent 自主執行一個任務的預期不要定得過高，哪怕是當前最優秀的模型，當它用 agent 自主的這種決策規劃、任務拆解、調度執行，然後結果編排等等這一系列的這個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務的時候，它的最終產出其實都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那你為了解決這些不確定性，那你很自然的一個選擇就是 OK， 我只能去選擇那些這個 agent 的能力更強的那些大模型，那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你的成本又上去。我這段時間的一個經驗告訴我說 OK， 在你選擇升級到更強的大模型之前，你先等一下，我最終想要的是什麼？我最終想要的是，當我有一個重複執行的任務，我給你確定的輸入，你就要給我相對確定的產出。OK， 作為一個搞技術的人，當你聽到確定的輸入和確定的輸出的時候，你腦子裡面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函數、方法、程序，是這些東西。代碼能夠給你確定性。所以最近我在自己的一些實際的場景當中使用的方法就是說 OK， 我用 agent 能力比較強的一些模型去做一些原型的探索。當這些原型已經跑得比較成熟了，當然它的成功率可能也是受限於 agent 自身的這種不確定性，會有一些波動，但至少我能夠完整的跑通幾次。當能夠原型跑通了之後，我馬上就切換成代碼生成，把剛才跑通的這套原型用代碼的形式落地成系統，落地成網頁，落地成應用腳本。這會帶來一個非常明顯的好處，就是當你每次都在用 agent 的能力去做複雜任務的編排和調度的時候，這種場合之下 token 的消耗量是極高的。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OpenRouter 上面的那個 LLM 的消耗量的一個排行榜，那些榜單排在最前面的那些大模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 agent 的能力、工具使用的能力、長任務鏈複雜任務的編排和執行能力非常強的，幾乎無一例外。其實如果從技術角度去解釋，這個話題非常長。一個非常簡單的直覺上能夠想明白的答案就是，如果我只是一個非 agent 不涉及工具使用和調度的這種簡單的日常生活問答，它 token 的消耗根本就不大。大多數人比如說我只是日常生活當中問一些生活百科，問一些菜譜，問一些這種小病小災的到底這個怎麼處理，那這種問題是幾乎不太可能會涉及到大範圍的深度調研和資料的這個處理的。個效果是說，我把 AI 智能的一個產出變成了一個可複用的系統，而這個系統它在複用執行的過程當中，成本幾乎是零，只有電費而已。這個新的視頻系列的風格就是想到哪說到哪。剛才本來說是第二種選擇，結果聊着聊着就變得不止一種。好，現在是第二堆選擇。聊到這個時候，我就自然會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多 agent 的一個團隊結構。因為最近一直在探索 OpenCloud 的那個多 agent 的一些團隊的一些架構，包括這個具體任務的一些執行、測試、模型選擇之類。那目前為止我看到的多 agent 的團隊架構有兩種，一種呢就是按照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的這種企業裡面，大家在日常工作當中的這個企業裡面就能夠見到的這種團隊角色，比如說一個人負責
寫代碼，一個人負責這個文案，一個人負責營銷。那這種按照真實公司崗位角色來拆分的方式，我覺得它等於帶入了一個前提假設：人類之所以会受限於這些崗位角色，你一個人只能同一個時間做一個崗位角色，是因為你的知識儲備和能力儲備有限。因為你通過過去這10幾20年在進入職場之前的學習和人生的鍛鍊，你能夠獲得的知識和經驗是有限的，幾乎很少出現說同一個人能夠橫跨 N 個角色。那有基本上也都是相对来說比較高层的創始人，甚至說一些中高层級別才能夠有這樣的这种跨多角色还能夠處理得很好的這種能力。大多數普通的牛馬就是同一個時間只能做一個角色。但是大家反過來想一下， AI 大模型它有沒有這個限制？基礎模型它在訓練的過程當中是把全網所有的知識全部都融入進去，它其實是沒有這個限制。所以為什麼要天然的把人類真實職場的這種角色限制帶入到 AI 裡面去？你其實完全沒必要。至少我自己個人的感覺，應該要做的是按照模型自身的能力，按照模型它內部架構的這種方式來拆分。那這個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按照上下文的一個相關性去拆。那這句話怎麼理解呢？就是按照項目來拆。你把每一個 AI 都当成一個小 CEO、迷你 CEO， 每一個人他都能夠從頭到尾負責你一個具體項目的完整生命週期，而不是這當中的某一個具體角色。給你舉個例子，比如說我把這個環境縮得小一點啊，作為個人來講，你會有哪幾個項目？首先第一，個人的這種財務管理，這個財務管理包含你自身的這種理財、日常消費記賬，然後你會有一些這種投資的這種行為。那這些東西如果放在真實的人类角色裡面，你要拆出好幾個角色来，对吧？有一些行政助理，類似這種角色，專門負責一些日常生活的記錄啊，比如說記賬，比如說做一些日程提醒，諸如此類，把你財務的一些基礎的進出項先整理好，然後需要有開發來幫你去這個收集記賬軟件以及各種信用卡賬單啊，還有其他的一些這種投資證券軟件裡面的一些這個財務報表的這種信息，得把它收集過來。然后同時你還要有分析師專門去幫你去收集市場上的一些行情變化，你還要有一些這種投研這個團隊來專門去做一些策略上的這種分析和研究。那這些真實世界裡面的角色拆分，在 AI 面前就會顯得有一些割裂，就其實是你硬把一個人拆分成了好多塊，支離破碎了。這些完全都可以交給一個 AI 來處理，因為它底層的上下文的相關性都是一回事。比如說你有其中的一個項目是做自媒體，另外一個項目是專門做個人的這個健康管理，然後你還有一個項目是做你的財務管理。這3個項目之間，如果你詳細的去拆，你能拆出非常多子角色。比如說我以健身的這個項目為例，你能拆出来營養師、健身教練、康復師等等等等一系列角色。但是在 AI 面前，這些上下文它本質上都是相關的，都是服務於你個人的健康、身材、體重管理。那做自媒體就更是這樣，你會涉及到這個數據的收集、分析、整理、競品的追蹤、行業熱點的追蹤、文案的寫作、後期的一些投放等等等等。那這裡面除了個別場景需要涉及到代碼以外，其他的用自然語言進行輸入和輸出的一些角色，其實完全本質上上下文都是相關的。因為代碼它和你做自媒体實際產出的這些內容本質上肯定是不相關的，因為一個是編程語言，一個是給人看的，它本質上不是一回事。
但是其他的自媒体的本身，不管你是分析竞品、分析这个舆情热点，还是做你自己自身的内容产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上下文都是相关的。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说 OK， 你把一个项目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堆到一起，那这个上下文窗口爆那怎么办？那爆了那是爆了的解决办法，不管你通過這個記憶的拆分、壓縮、索引，然後外置的這種檢索系統，還有知識圖譜，然後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把這些上下文去做拆解和外化，把它變成一個實時檢索系統。這些東西其實過去軟件工程這麼多年，早就已經沉澱了非常成熟的解決方案。在沒有 AI 的時候，搜索引擎的這個時代，早就已經把人類的這些不管是文字、視頻還是聲音，早就已經它的檢索系統已經做得非常成熟了。當然，這個話題可能又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話題，也和，比如我以 OpenCloud 為例，也和 OpenCloud 這樣的這個系統的記憶管理其實是非常相關的。那如何用這些外部的系統去更好的管理你的記憶，以及 OpenCloud 自身它本身的這種記憶管理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體系，有沒有什麼優化空間？那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啊。後續有機會的話，我們再單獨開一期視頻來聊這事。好，今天的時間已經比較久了，就先到這裡吧。